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百威出品的这一款元大魔改版的 SS 铁皮盒子的外包装。其实百威的包装一般来说都挺廉价的啊，并不高级的样式。纸品方面，一份拉页式的说明书，不过这个说明书应该是跟官方那个翻印出来的。变形的步骤也仅做参考吧，因为玩具的实物百威版还是有一些修正的。配件内容可以说相当多了。首先2个臂炮，2把大斧头。或者从这边拿2个大板刀吧，而且这2个可以扣在一起。这玩意儿，御天敌，我又想起来铁皮快乐枪那个梗了，是吧？2把大枪，而且造型不太一样，还有2个小匕首，匕首和大枪也可以进行组合。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插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前边的枪刺的部分。但是第一次插吧，因为这个地方喷了漆啊，可能有一些紧。稍微的插几次，可能效果就好一些了。另外还会带3个遮羞的零件。SS 的铁皮变完了以后啊，舱室后面这里会露着一个窟窿，这个板子就是堵那个窟窿的，以及为了还原电影造型的2个小架子。本体的话，其实还是挺帅的呀。SS 的这个铁皮模具啊，本身的设计来说其实还不错，我当时对这个模具的评价也相当的高。后背这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且这回百威在造型方面有改嘛。首先脚趾头这个地方的造型不太一样啊，腰部这一块的前保险杠也进行了一个折叠，可以收纳起来。其实我个人感觉比 MPM 那个处理的要好一些吧，简洁明快，而且最终完成的人形啊，包括它整体的一个身躯的一种壮硕感，还有它四肢的这种线条感，一些曲度方面，尤其胸口部分的层次。这些东西我觉得最终处理出来，对于一款非 MP 级别的作品来说，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了。可惜官方当时这一块好像并没有折叠啊，这一回百威版修正了以后，让这个腰身曲线会更加的漂亮。头部也是做了那个战损的造型，半边被打烂的感觉。细节做的还可以吧，似乎和官方原版的样子稍微的有一点点出入啊。但不过第4方的头雕一般来说做的感觉还是偏肉，但胸口的这一块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我很喜欢 SS 这一块的设计。造型方面已经还是做的不错的了，尤其这一块后背这里锁的这些卡扣环环相扣，还是比较结实的。而且这一回百威的用料和我们以往玩到的玩具是不太一样的。以前的感觉身上的板件会偏韧性一些，这回的铁皮做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很硬的 ABS 料子，摸起来很结实的感觉。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太硬的话，有一些转轴可能转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白痕，变的时候小心一些吧。尤其第一次有一些地方还是偏紧的，毕竟都上的漆。另外就是水口的控制问题啊，这个做工，尤其这个地方会比较的明显。这个地方我自己修过啊，稍微的用笔刀削了一下。变形的话，如果这个地方水口没有处理干净，你的车顶和前挡风这里会有一个特别大的缝隙。这么多的武器其实全部都能搭载在身上，这里边会有一个拐弯的架子 ，S 型的架子，我们先把它插扣拔出来。手臂的部分跟官方原版一样，插在这个螺丝的轴里边，把2个臂炮搞上去。这是官方原版应该有的造型。然后我们把前边的这个枪刺插好。这个卡榫不太好插，上漆的地方挺厚的。这里会出现一个斜着的凹槽，翻到后背来，我们可以把它挂在夹着的这片板子上边，就直接滑动卡进这个缝隙，套住就行了。然后嘛，铁皮就相当于背了2把枪，也做出来2个类似于翅膀背炮一样的造型啊，还是挺帅气的。这么一摆起来，瞬间气势更上了一个台阶。拿出这2把门板大刀来，武器下方这里有一个扣点，插这个方洞，扣在这儿。
全武器搭载的铁皮还是挺帅气的。本身来说 SS 的这个铁皮造型底子就非常好啊，再加上第4方魔改了以后，把腰带这个地方也收纳起来了，所有的武器全部都能安插在身上，这一点让强迫症也挺满足的。而且关键是组合上的这些武器以后，搭配出来的效果很帅气。武器大师铁皮当时在电影里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啊，在这些武器全部装上以后，也能感受得到火力非常的猛，也符合了这个人设，很不错呀。没想到啊，百威这个以廉价著称的厂子改完了以后，这铁皮挺有样的。然后咱们进入它的变形过程，其实改动的幅度不多啊，就快速的变形，主要是腰带的这2节折起来，拼合起来对的缝隙还是挺齐的。剩下的部分跟官方原版差不太多，这地方的卡扣解锁开，锁着背后的小翅膀，也就是它门板的部分，先翻折出来，然后脖子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玩具太黑了看不太清楚，和前胸的造型这里锁着，脱开这个地方的凹槽，脑袋先往后撩一撩，背后的这一块打开，翻出来前挡风玻璃，这就是我说削掉的2个大水口的位置。这2个水口刚刚好在转轴的这个地方啊，稍微的如果说没切干净的话，这块顶着缝隙特别大。你看切完了以后就可以对得很齐了。整体的拉开腰身的部分，再拉开，腿部撇下来，先独立出来，拴着这个杆子的地方，然后打开前方这个地。有2个夹着胸板的卡扣在这里，这个料子啊 ，ABS 的料子变硬了以后，卡扣的阻尼感就会非常的紧。脱开套合的地方，好了，前胸这里做折叠的时候，先转出来，连带着轮子翻直，腾开所有的角度，把这块胸口的造型零件往下压，压到底会有一个卡扣，把它固定一下，锁住。后边胳膊的肩膀位置往后翻折的时候，注意这有一个凹槽，注意一下，把这里刚刚好和背后锁着的这2片翅膀的棍子卡住这个边缘，定好了位置以后，胳膊旋转到正确的角度，我们先把它放下来，腾开空间，手腕这里旋转一下吧，转到上方来。不要阻碍到后续的变形。然后从侧面看，这一块的造型零件翻折压到最里边填平，双关节往前搓动，让过来。另外的一边也是双关节往前搓，前边的接盖左右卡扣拼合在一起，下方这里会有非常多的锁点和车灯的位置。进气格栅的位置完全的卡住，密合的缝隙非常的好啊，很整齐。车顶上方这里头部稍微的往前挪一点点，然后根据肩膀以及手肘的关节 Z 字上翻，让这块玻璃挪到前面来，后边这一块往上拉，腿部先往下放，拉上来的时候注意2个肩膀位置下方这里还有锁扣，夹住卡上去，让这个地方结合锁满，顶盖翻上来，把这里所有的卡扣再进行锁定，全部锁好以后的效果还是非常整齐的，挺规矩的。这也是我考虑到为什么百威这一次没有用那个韧性的零件，反而用了很硬的 ABS，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铁皮原版模具密合上边有一些地方处理的并不太好啊。它换了很硬的料子以后，这 ABS 的阻尼感很好，所以卡扣插起来特别的紧，导致了车顶这一块密合的就很整齐了。翻到腿部来，腿部的变形，先打开这块轮子，从里边90度立起这片板。往下稍微折叠，腾开一些角度，然后整体的脚尖再往前翻，翻折下来，下边有几个脚趾头，我们往内收一下。好，这3个脚趾头我们先团起来啊，聚拢到最小的幅度，
接着把后边的这一块往下翻，这里拼整齐，两边都变完，双腿卡扣，全部的夹在一起。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脚趾头跟这么折叠收纳起来，团在轮子的下方。从这边看的话，这里就不会暴露出来扎扎叉叉的脚趾头滋出来的感觉了。然后全部立正，开始密合中间的这块门板。门板几个卡扣注意，转轴圆圈的位置插入这个螺丝孔，也就是闭泡的位置。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卡扣啊，插进中间的销子里边，让前后揪筋锁住。料子很硬，尤其你在第一次变的时候，这个卡扣太大了，其实不太好插，而且插起来很紧。但插上了以后，对的严丝合缝，这个很整齐。反正这就是软硬料子各有优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铁皮就按这款的设计来说，我觉得用硬的 ABS 料子反而处理完效果很好，而且 ABS 的这个表面嘛，也可以做得很光滑平整的感觉。你看现在变完的车型以后，各个角度看这些缝隙对的都很齐。插得很结实，不会散掉啊，也不会捏一下这里那里爆开的一种味道。这就是目前来说，官方原版 SS 在变形完了以后啊，车后边这里有一个大窟窿，但是呢，百威版给你加了一个插拔的堵盖，下方这里有两个非常大的方插槽啊，我们把这个凹往前放，刚好卡在烟囱的位置，往下按压，看，这样填起来。后边这一块就非常的平整了，而且没有任何的空洞啊，不会露着怯了。但造型来说还差了一点点，这里又做了两个架子，这一回车的造型就更加的饱满了，安度也很高了。当然，这两个架子就是选择性的安插了，如果像官方原版那样去搭载武器的话，这个地方肯定会干涉影响到。所以呢，看个人的需求吧，而且。这地方也有很多的这个插扣啊，你也可以搭载这两个枪。百威版另一个改动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臂炮上边还有两个这样的 S 型挂钩，我们可以把这一块插上去，通过这个挂钩夹在门板的下方，勾一下，这样把它放在车的两侧，也相当于当时电影里边所谓的爆甲出武器的样式啊。然后刀也可以像搭载人形那个样子，扣在这个位置。但是说起来啊，这个 S 挂钩不是太稳定，只是将将的挂一下，摆一个造型而已。所以呢，这样搭载完以后，大概其能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但插的不是很稳定啊，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不过还有一种搭载方式，在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孔，哎，你就可以把这个臂炮再套到这个孔上，就相当于铁皮后边驮着这么一大堆的兵器吧。最后的两把大刀呢，还可以通过插背包的这个鞋草啊，把这个地方夹一下。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搭载方式吧。所以现在的效果舍弃掉了背后的两个货架子的形态，让这些武器全部拖在铁皮的货箱上边。这种感觉还不错吧，我挺喜欢的。那来总结一下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底子，但当时也是碍于一些做工的问题和用料的问题吧。这款铁皮在原版的时候密合可能差点意思啊。其实它的设计，这些环环相扣的卡扣是足以支撑把它锁定住的，只是因为料子软。而这一回百威更换了硬的 ABS 以后，让它绷起来，其实可以看到这些车身上边的缝隙对的还是挺齐的，也完全不会散开。只是百威增加了非常多的武器配件，可以在人形起到一个很好的互动效果。但车型状态下呢，有一些卡扣以及设计的这些 S 型的挂钩啊，挂在门的下方，其实定位效果并没有起到应该有的一个作用，可能差点意思吧。再加上一些造型零件和堵窟窿板件的融入，让这款铁皮也是更加像一个大家心目中应该有的更好的效果。所以本身一个很好的底子，再加上第四方稍微的这么改造了一下，让人形的腰带那块保险杠也能折叠回来。而且这一次改的我觉得挺成功的啊，
尤其换了料子以后，让这个卡扣密合非常的好，只是做工还是有待提高。每次我感觉百威在切水口的时候不是很用心啊，切的并不干净，所以呢，需要有一些小伙伴们的动手能力，去把那些多余出来的水口顶着的地方削干净，那你这款铁皮就可以很通畅的把它变完了，密合完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素来以性价比著称的百威，这回的铁皮也到了100元级别左右，所以如何的选择还是看小伙伴们自己吧。毕竟官方现在的那个也不贵啊，而且因为尤其出了5人套之后。当然，你得忍受它那个做工啊，所以毕竟它是一个没有版权的作品。虽然有一些魔改和增加了很多的武器，但毕竟怎么选择还是看各位小伙伴们个人。如果你是喜欢铁皮这一个角色，或者说我想要更多的互动的玩法，以及对于原作的一个更还原达到的一个效果的话，这款还是值得入手的。得了，这一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